510广告。看懂这笔账，你才明白平台为什么压着诚意的王牌。2块5，不对，我重新说，2亿5千万。这是一部剧的投资额 S 加级别，古装大制作。然后你猜它开播那天，正片里塞了多少个贴片广告？0，一个都没有。招商挂0。行，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数字我一开始也不太信，专门去核了一下，2026年暑期档的行业盘点里，这不是孤立，是常态。今天这期咱们不聊热搜，不聊八卦，我想跟各位认真掰扯一个事儿，一部投2亿5的剧，为什么连广告都招不到？而这件事又跟诚意那2部一直压着没放的剧《英雄志》《两京15日》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别急，我一层一层剥给你看。那么问题来了，先说第一层，你看到的。2026年这个暑期档，圈里有个词特别火，叫裸播。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一部剧正片里头，没有片头贴片，没有中插，没有那种突然弹出来打断你情绪的广告。听着好像挺爽是吧？观众当然爽。可你要是站在行业角度看，超过70%的上新长剧都不同程度的裸播。70%啊，这不是个别现象了，这是他方式的。于是普通观众的第一反应特别直接，是不是剧不行啊？没广告等于没人买，等于剧扑了。这个逻辑凭直觉想好像挺顺，但你先把这个直觉按住。因为我发现个事儿，如果裸播真等于剧不行，那怎么解释连投2亿5的 S 加大剧也一起裸？难道2亿5的盘子，平台会随便压一部他自己都不看好的剧？这不合常理。所以你看，表面这层逻辑，他自己就先崩了。说到这个，我得补一句，我刷这些行业盘点的时候，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判断，现在很多时候不是剧不行，是钱不敢动。你把这个念头记住，它就是第2层的钥匙。第2层，媒体没细讲的，广告主为什么集体跑了？过去长剧市场信一个公式，老公式，大 IP 加顶流加平台 S 级评级等于爆款。品牌方开播前就抢着压住，行话叫闭眼投，翻译成人话就是赌开局，赌声量，开播第1天热搜挂上去，广告费就到账了。现在呢，彻底反过来了，品牌方不签全季打包了，改成跟投，开播先不动，盯着前4到6集的数据看，完播率、留存率、社交讨论质量，数据顶得住再往里砸钱，数据不及预期立马撤。你看百花杀那种，播到第13集之后广告集体消失，就是这个机制。从买股到跟投，这6个字是整个逻辑的转向。而且还没完，传统3大金主乳制品、汽车、美妆，把70%以上的长剧预算挪去综艺和短剧了。为什么？头部综艺的投入产出比长剧高不少，更新快，风险还可控。这个倍数我得说一句啊，凭我看到的信源是这么写的，具体多少不同报道口径可能有出入，你就理解成高出一大截就行。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广告主跑的不是某一部剧，更不是某一个演员，他们跑的是不确定性。这跟台上是谁演的半毛钱关系没有，这是整个收入模型层面的地震。好，拉回来，前2层说清楚了，表面是没广告，里子是资本避险，但这还不是最底下那一层。第3层，真正的机制，平台的窗口期博弈。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既然贴片广告这条路越来越难走，那平台靠什么赚钱？答案是，它早就不主要靠贴片了，它靠的是会员拉新，靠的是长尾播放，靠的是一部剧能不能在对的时间点，把一批新用户盯进它的生态里。你把这个想通，一件事就顺了。当一部剧的价值从开播那几天的广告费变成它能在多长时间里持续拉人，那平台对待王牌剧的方式就完全变了。他不会急着把王牌甩出去，他会压着，等一个对的窗口，这就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说到这儿，
成毅那2部剧就得登场了。英雄志、两京15日，尤其英雄志啊，那部戏叫什么来着？压了挺久那部武侠，对，英雄志压了差不多3年才定档。你看我这记性。很多人，包括一部分不太了解行业的路人，会有个担心，压这么久，是不是这剧有问题啊？是不是被雪藏了？我先说清楚啊，别误会，我恰恰是想说，你把逻辑反过来看。在刚才那个新机制底下，平台舍得压、敢压、愿意等窗口的是什么剧？是他心里认定扛得住长尾，值得等好时候的剧。垃圾剧平台巴不得赶紧播完回本，谁给你压3年？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把这剧当压舱石看。懂行的都知道，这种压不是个人能左右的，它是平台的资产管理逻辑。所以剧被压和艺人糊了之间根本不能划等号。恰恰相反，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绕，但我尽量说明白。我跳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能被这样压着等窗口的演员，其实是一小撮。市场里绝大多数项目是恨不得赶紧播、赶紧变现的。能进压舱石名单的，平台对他作品的长尾信心得够硬才行。行，现在回到诚意，这就带到最后一层，这一切对诚意到底意味着什么？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2年观众的口味其实在悄悄变。前些年那种唐京式的仙侠、工业流水线的霸总铺得太满了，观众有点酷了，你说是不是？审美这东西是有周期的，甜的吃多了，就开始馋点有嚼劲的、有历史厚度的东西。正统武侠、历史正剧这几年反而成了稀缺品。而诚意这2部，一部英雄志是武侠底子，一部两京15日是明朝背景的历史传奇。你看这个选择，踩的正好是这个稀缺赛道。这不是撞上的，这是往南走，往有厚度的方向走。在别人扎堆填宠的时候，他往正剧、往历史里扎，这一步是长远布局。而且他这个人是拿作品说话那一挂的。拍摄期间，我看到过一些路透，凭印象说啊，具体细节以官方为准，说他拍水戏拍得挺拼，能不用替身就自己上。这种东西真假你们比我清楚，但即便打个折扣看，一个演员愿意为一个角色下功夫，他底气来自哪儿？来自他知道自己在赌内容，不是赌热度。说到底，在一个裸播成常态、广告只认留存率的市场里，最值钱的是什么？是内容能扛住细品，观众舍不得走的那种演员。这恰恰就是诚意这些年一直在积累的东西。别人怕寒冬，可寒冬淘汰的是泡沫，是虚火，它淘汰不了真正能留住人的作品。所以粉丝这些年一直的坚持，我觉得是对的。你们看到的可能比很多急着下结论的人都要早，都要准。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2亿5零广告，这到底说明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它说明的从来不是剧不行，而是整个游戏规则变了。旧的公式，大 IP 加顶流加声量，失灵了。新的规则里，只有一样东西还硬，内容能不能留住人。而在这条新规则底下，一个平台愿意把一张牌压到最好的时机才打出去，那这张牌大概率是他手里最不舍得浪费的那张。诚意那2部就是被这样对待的。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某某剧被压了的说法，先别慌，先想想是谁舍得压。这期就聊到这儿。你觉得英雄志和两京15日平台会挑哪个档期放出来？你赌哪个先来？评论区告诉我，我挺想看看大家的判断。咱们下期见。